我陪李杜出生入死，祝她黄袍加身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想当皇后。李杜也是，他立我为后，封了最爱的女人当贵妃，我觉得没意思透了。辞去封印，请旨出征，李杜很没所谓的笑了一下，行啊。此后我们再未见过，直到他听到我要同平远侯定亲的消息，连下13道密旨。第1道长篇大论，平远侯同我不堪相配。第13道只有潦草2字，等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和李杜联姻时，我是不知道他有心上人的。那时末帝还在位，但天下大乱，群雄逐鹿，各凭本事。我爹是个没本事的，北边要抵抗匈奴，南边还有剑南道虎视眈眈，他左支右绌，很是辛苦。后来我几个兄长接连战死，他大病一场，便打起了同人联姻的主意。起先我们是想和剑南道的裴大人守望相助的，他有好几个儿子都长成了，随便嫁哪个都成。可这个老匹夫见了我后，色心大起，要将我纳入后院，被我爹打了出去。关内道更是不行了，周大人只有一个亲儿子，还是个不成器的，收养的几个义子却一个比一个有出息，往后定然要大乱。于是我们便挑中了李杜。那年他才17岁，杀了好几个兄弟上位后，不仅将河东道治理的铁板一块，还吞了关内好几块地。我爹说英雄出少年，李杜定非池中之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。于是我们给李杜去了信，大意就是听闻李杜你很有出息，我们陇西徐家正好有一位待字闺中的女郎，若结2姓之好，两家并一家，关内道便是你的囊中之物，往后挥兵南下，共谋天下。这封信发出以后，我是有几分忐忑的。我都没见过李杜，听说他这个人很是心高气傲，不然也不会17岁了，也没在河东定的亲。若是他瞧不上我，往后等他占了关内，兵临城下，我们陇西儿郎和百姓不知道要遭多少罪。好在10日后，我们收到了李杜回信，信上龙飞凤舞。可和李杜联姻的7年里，我们先一道打关内，再一统北方，最后挥兵南下，直捣黄龙。攻破洛阳后，李杜没像以往约束儿郎，安抚百姓，他一人一骑一剑直奔皇宫，杀穿末帝皇室，不留活口。当时我想拦下李杜，毕竟这么做有伤天和，写在史书里比较难看，真想杀人，到时候圈禁了，过几年投个毒，人也都死了。可李杜那些河东兄弟异口同声阻止我，阿青别去，这是阿杜他自己的事，让他自己处理。这几年我领着陇西儿郎随李杜出生入死，与他们河东人也相互信任，是可以将后辈交给对方的那种程度。所以我虽不解，但还是听了他们的。直到我后李杜一步进宫，看到漫天血色，满地尸体里，李杜扔了从不离手的长剑，单膝跪在长长公道上，怀里紧紧拥着非衣女郎。李杜的指尖那样用力，恨不能将她揉入骨屑，恨不能。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只知道那种感觉，好像整个洛阳空成一片，他2人之间再容不下旁人了。他是谁？我问。玉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玉娇姓谢，也是河东人，是李杜的表姐。她和李杜还有他的兄弟们一起长大，少年人情窦初开，本能结成上好姻缘。可末帝听闻玉娇书色，一道圣旨令玉娇进宫。李杜本想带她私奔，但玉娇不肯见他，只让人给他带了一方他亲手绣的丝帕，还有一句话：盼郎君志存高远，位高权重，妾先行一步，洛阳后君。我听完以后，心中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从前听说李杜心高气傲，17岁都不曾定亲，怪不得他总是随身带一条帕子，却只看不用，怪不得他那些兄弟看我的目光总是很奇怪，明明我才是和李杜有婚约的人，他们都不曾打趣过半句。原来都是因为玉娇啊！他们见过李杜对玉娇倾尽所有的模样，所以看我时便格外惋惜。更让人扼腕的是，李杜打下天下，杀了末帝，终于能和玉娇相守，却不能让她当皇后。他始终记得和我爹的约定，论功行赏时给这个封侯，那个封王，却只给玉娇封了贵妃。
立我为后。大婚当晚，李杜站在我面前，向我坦言，暂时不会碰我。玉娇这些年过得很难，蓦地年迈，后宫争斗不休，她出自河东，又因我起事而屡遭排挤，很吃了些苦头，所以我的长子只能出自她腹中。阿青，答应你父亲的事我已做到，望你善待玉娇。明明是合卺酒，李杜却喝出了结拜的气势。我望着李杜，陛下，你这样待我并不合适，我是一个女人，也会妒会痛，你处事有偏颇，又怎么要求我做圣人？明明这件事有更妥帖的法子。当年和李杜联姻，是我爹和我为了最大程度保全陇西，择一民主，并非我徐青多么爱慕他李杜，非他不嫁。若他告诉我早有心上人，拿封侯拜相跟我换，让玉娇当皇后，则两全其美。可如今他几道圣旨，打得人措手不及，又在大婚之时说这种话，摆明了要我忍气吞声，往后玉娇有半点差错，必要赖在我不能容人上。前朝后宫本是一体，我若出事，前朝陇西人难免不会被波及。可李杜只是微微一笑，阿青，你能领着百骑夜奔千里偷袭裴寻，这事对你来说便不在话下。更何况李杜还想和我说什么来着，但没有说完。殿外内侍急急禀报，说贵妃娘娘心急犯了，哭着想见陛下一面，求陛下怜惜。李杜只好放下酒盏，又轻轻握了下我的手。我信你。李杜不肯松口，又将我的名字上了宗谱，发了凤印。我当皇后这个事儿就这样定下来了。起初我是觉得这样的日子挺不错的，李杜爹娘都死了，我没有温故要伺候，整个后宫也只有我和玉娇两个人，玉娇由李杜自己照拂，我就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。可日子过着过着就不对劲了。玉娇身弱，每逢初一、15的夜里必犯心急，内侍瞅着时间来求李杜联系。李杜便笑笑，阿青，玉娇少时吃了那么多苦，夜里总演着她离不得我。珊瑚树。李杜不解其意，我只好说得更明白些，如今你偏宠贵妃，连前朝那些老头子都知道了，他们说都是我这个皇后当得不称职，不能规劝陛下，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。我看前几日献来的珊瑚树很好看，你拿来补偿我。李杜轻轻地笑了一声，昏暗灯烛下，面观如玉。好。次日，李杜就着人搬来了那个珊瑚树，我为了应付前朝老头子们，也做了一双白袜子给李杜。可这事竟然惹怒了玉娇，她对着李杜大哭一场，几乎将心、肝、脾、肺哭了出来。郎君待我这样好，可玉娇总是害怕哪日被郎君厌弃，连看到这袜子都觉得心悸，这样的玉娇还有什么颜面伴随郎君左右呢？李杜心都被她哭碎了，她将袜子剪碎，往后身上就只出现玉娇的女工了。这样的小心思连我都看得出来，更别说李杜了。可他偏偏乐此不疲，每玉娇坐起来，他便屁颠屁颠地去哄着，而后再让人私下给我送些珍宝，我便回过味儿来了。他们俩这是拿我做法子，玩什么小情趣呢？可李杜愿意宠着，而我又拿人手软，只好背地里骂两句，明面上倒不曾做过什么，这竟然给了玉娇我好欺负的错觉。他来请安时，喝了我宫里一杯茶，回去后腹疼难忍，血流不止。太医查来查去，竟然查到了我头上，说我给玉娇下了落胎药，才导致了这一切。这是李杜头一个孩子，他震怒不已，竟问也不问，就判了我禁足。当晚我跪在院中，给我爹烧了3炷香。女儿不孝，辜负了爹一番苦心，爹若是生气，等我下去了再骂我好了。而后让人帮我传了句话，让李杜来见我，我有话和他说。李杜来得很晚，是等玉娇睡下以后才来的。他来时，我在翻前朝公规，新朝初立，许多旧制都是遵循前朝的，我正好翻了一半，虚心向他求教。陛下，你知道污蔑皇后是什么罪名吗？几乎立刻，李杜目光一凛，继而便错开眼，给我斟了一杯热茶。他试图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将这种国家子嗣的大事变成儿女情长的小事。是因为玉娇？阿青，她和你不一样。我不躲不避地看向李杜，故意装傻地问他。
陛下说的什么啊？我们不都是皇帝的女人，两个眼睛一张嘴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争论不一样，我是皇后，她是贵妃，我品级比她高。贵妃污蔑皇后，蒙蔽天子，罪该万死。李杜生气了。当他听到罪该万死几个字时，目光格外凌厉，连语气都冷硬起来。徐卿，慎言。我是故意激怒他的，所以也见好就收，没有更进一步激化矛盾，反而放软了声音。阿杜，这事儿不是我做的。我知道。李杜指尖叩击在石案上，他抿了抿唇。阿青，玉娇从前用了太多婢子汤，如今她这身子很难留下孩子。她心思细腻，敏感多思，罚你禁足不过让她好受些，对外只说你病了，不会影响前朝。如今她除了我什么都没有了，若让她知道因她自己失了孩子，她会疯掉。你多体谅。若是寻常男子说这样的话，我定然要扇他几巴掌，让他好好看看自己是谁。可说这话的是当朝天子，是李杜。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，同他摇摇头，将凤印推到他面前。不可以。李杜，你是皇帝，所以你的后宫之事不是家事，是国事，不是什么小妾暗害主母，各打2个板子能了了的，所以我不可以体谅他，不可以原谅他。你也知道玉娇，她是内宅女子，做事并不周全，我手上正好有她的把柄。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李杜冷冷地看着我，我也任由他看。他冷笑一声。徐卿，不必拿玉娇要挟我，你要什么？第一，我要和离。第二，请封我为镇西将军，驻守陇西。此夜有星无月。一盏烛台落在我和李杜之间，将我和他分割成泾渭分明的两边。半晌，李杜很无所谓地笑了一下。行啊，你若能说服前朝阁老们，我绝不阻挠。纵观史册，上一个达成舌战群儒成就的是诸葛孔明。我想了一夜，直到寅时才迷迷糊糊睡去，不到卯时便起了。李杜也没睡好。我提着长刀迈上金銮殿时，看到他眼下一片青黑，可即便如此，他也按照我们前一晚的约定，在众臣面前说出了我的要求。辞去凤印，请封将军。满朝哗然中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跟着我打天下的陇西人王二狗。天底下哪有同皇帝和离的皇后，娘娘还是早些回宫，别在这儿胡闹。我剐了他一眼。天底下哪有屠户做将军的？你事事都寻旧例，就给我滚回陇西杀猪。此前没有旧例，便从我这开始。王二狗张了张嘴，不敢说话，退了回去。第二个反对的是前朝文官，他站出来，唾沫星子喷得满地都是。来人，把皇后娘娘给拉出去。如今世风日下，竟然还有女子带刀上金銮殿的，谁敢？我横刀护在身前，这刀乃是昔年陛下亲赐，他刺刀时允诺，若有人欺我、辱我，便用此刀砍他。如今天子还未说话，轮得到你开口？老大人气得浑身发抖，他跪地痛哭。皇后无德，何该进庙里修身？你以女子之身请封将军，是聘姬私臣，是祸乱朝纲，是亡国之兆。臣愿以死谢罪。他站起身，便要以头撞住，前朝文官们纷纷哭着跟随老大人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持刀一劈，放你爹的狗屁！我随陛下出生入死，征战沙场打天下时，你在哪？你在洛阳锦衣玉食，歌舞升平，那时候你怎么不说我聘姬私臣？我领着姑娘们10个日夜不眠不休，给儿郎们赶冬衣时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不说我祸乱朝纲？我挥兵南下，攻城10日，不伤百姓时，你又在跳什么？你怎么不说这是亡国之兆？这个江山，我打下不实功勋，和那些封王封侯的比，半点不少。这个皇后，我不想当了，当个将军有何不可？金銮殿中寂静无比，所有人都看向我。李杜也是，他眼睛亮极了，看着我时唇角微微含笑。于是我转过身，用刀狠狠地劈向地砖，劈出一道裂痕。谁有不服？来战！我走出金銮殿时，后背一身冷汗。昨夜李杜看似答应了我的要求，实则在给我挖坑，
得取得前朝同意，他才下旨。我自问并不是多有才华的人，这些人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我，所以从持刀踏上金銮殿时，我就没准备给他们一起开口的机会。如今新朝初立，朝中大臣大致分了3派，一派以我陇西人为首，他们最为看重的是我和离一事，若后宫皇后是陇西人，生下中宫嫡子，他们行事能便利许多，但他们不会阻止我讨要官位。一派以前朝文官为主，他们看重的有2件事，一是在朝堂上的话语权，李杜刚登基时说什么这些人都不听，杀了好些将种，政令才通畅；二则是伦理纲常，可往后他们也会往李杜后宫塞人，会渴望皇后和他们利益连结，所以他们不会阻止我辞了封印，但会在2件事上攻讦我。我是个女人，我想当将军。最后一派是李杜以外的河东人，他们是唯一不会出声阻挠我的。他们河东在后宫有人，可玉娇只是贵妃，我请辞封印，以李杜对玉娇的看重，她便是下任皇后。而文官们比较看重的朝堂话语权，他们也是无所谓的，无非多一个将军。我既然上位了，那必然有一个陇西将领落后一步。想明白这些也很有风险，可我最差的结果也无非是被当成疯女人关在冷宫一辈子。好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权衡。而现在我捏着袖带中的明皇诏书，走在金銮殿外长长的台阶上，不知道身居皇位的李杜目光幽深地看向殿外的渺小身影，不知道前朝有人叹息开国帝后竟然闹到如此地步，不知道贵妃宫里玉娇紧紧攥着贴身婢女的手，担忧着说，我的身子你也知道，本以为能用这孩子拉下他，没想到他竟然不当皇后，去当什么将军了。虽然郎君的心一直在我身上，可他陪在郎君身边7年，我总是有些担忧。而他的婢女安抚道，娘娘放宽心，无声无息杀一个皇后很难，可死一个边关将军却是易事。这些我通通不知道。日光全然洒在我身上，浑身暖洋洋的。我只知道往后再没有什么徐皇后了，只有镇西将军徐卿。我生于陇西，长于陇西，如今又回到陇西，可我离开了太久。当年的青葱少女已经嫁为人妇，当年嗷嗷待哺的小童，如今满街跑得正欢。当年爱慕追逐过我的少年们，要么留在陇西当了爹，要么死在了沙场，只有很幸运又很有实力的才封侯拜相。平远侯萧震就是最幸运的，他小我2岁，跟着我一道长大，从小冒着鼻涕泡喊我姐姐，上了几回沙场之后就反了天了，开始叫我青青。听说我请封镇西将军，驻守陇西后，他偷摸着从剑南道赶来看我，而他见我的第一句话是，青青瘦了。萧震赶来陇西时，我正在练兵，之前打天下时，我们陇西最精锐的兵马都抽出去了，但李杜为了将兵权和疆权分开，现在放在陇西的兵来自各方，并不是我熟识的那些人。我正愁没人用呢，见他来了，连忙把他当靶子，让那些刺头出列，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。是以等萧震空下来和我说话时，已经月上中天。我请他去府上吃饭，都是些他从前爱吃的菜，可萧震却只喝酒，没动几筷子。青青怎么不当皇后了呢？他对你不好。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，也不是，宫里锦衣玉食，什么奇珍异宝都有，那些宫女太监们也可会说话，哄得人骨头都酥了。只是我不适合那里。我才去宫里的时候，经常做梦，梦到锣鼓喧天，梦到我手持长枪策马飞驰。可醒来后，宫里安安静静，我手中空空如也，心里也是空空的。萧震原先是木着脸听我说话的，听着听着的脸上就生动许多了。他跃跃欲试，你现在已经不是皇后了，那我可以吗？我入赘。我狠狠地敲了萧震一筷子。想什么呢？没有诏书，你就从剑南道跑来我这，被人发现了，就等着被参吧。萧震还想再说什么，被我用眼神震慑住了。一日为解，终身为解。没办法，萧震，我不可能放弃权力、兵马，去嫁给一个男人洗手做羹汤，也不需要你放弃军功、爵位，
来给我入赘。是，我是需要你，我们一起长大，爹死后，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。我把你当弟弟看，我需要你帮我，不是在屋里帮我，是在朝堂上帮我。你要帮我守住剑南道，让我陇西不受觊觎之苦。你要和我守望相助，共同抵抗匈奴。你要助我往上爬，在朝堂小人攻讦我时，做支撑我的浮木。这才是我需要你做的，你明白吗？萧震久久地看着我，而后举起酒盏，一饮而尽。青姐，你害怕的所有事都不会发生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你信我？萧震留下这2句话，连夜赶回了剑南道。所有人的日子都走向正轨。每日我只做3件事：吃饭、睡觉、练兵。我回陇西的时候还是春天，日子这么一晃眼，就近11月了。此时天寒地冻，该送来陇西的军饷和军需却没有影子。陇西驻军不足2万，甚至有些人因为不适应这儿的气候生病了，能上战场的人更少，因为军饷拖延，粮仓里的军粮也不多了。我正忧心忡忡时，匈奴也动了。冬天正是匈奴人打家劫舍的好时节。发现他们踪迹后，我第一时间便给洛阳去了信，要钱，要粮，要援，要快。直到匈奴兵临城下，洛阳那边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相信李杜不会做出这样的事，他亲手打下的江山，他比任何人都在意治下的领土多少。那便是朝中有人故意拦下了我的消息。他们看不惯我是个女人，还是一个掌兵坐在高位的女人。自古以来，权力和话语权就是被男人争夺的，而女人只配成为男人的战利品。我们陇西地势特殊，是抵御匈奴的第一道防线。死一个陇西将军，实在是件很寻常的事。想明白这些，我也就不抱幻想了。匈奴攻城前1日，我召集了所有陇西军中校尉以上的将领，昏暗的内室里，我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脸，或青涩或老成，他们大多来自旁处，明日起便可能要埋骨陇西。连和我对视的目光都开始躲闪。匈奴率大军前来，就是为了抢人抢粮，气焰已经十分嚣张，如果坚守不出，只会长他们的气焰。我徐家镇守陇西上百年，击退匈奴无数次。大周新立，天子是受天眷之人，我们陇西又岂惧小小匈奴挑衅？明日大军全部出城，列阵迎敌。城内但凡查到有盔甲军士不出城作战之人，格杀勿论。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，立斩。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，后队斩前队。敢为军令者，格杀勿论。战即死战，必城不出，不会等来援军，只会消耗我们的粮食，消耗我的军心，只会让狡猾的匈奴人抓到空子，击溃我这散兵游勇。我站在所有人面前，下了最后一条军令。大军开战之日，众将率军出城之后，立即关闭城门，有敢擅自放入城者立斩。这一战只能向前，绝无退路。永嘉2年，和匈奴这一战打得昏天黑地，他们缺衣少食，来都来了，必然是要带些什么走才甘心。而我们背水一战，城门紧闭，背后守着的是老人，是妇孺，是陇西的未来。我策马持枪，杀人杀的枪都卷了刃，肩头中了箭，胸口被长刀划开，亲兵哭了，耳边尽是嘶哑的咆哮声，刀剑碰撞发出刺耳的嗡鸣，没有人退，都在死战，但我们的人被越杀越少。我怕吗？已经不怕了。从我上战场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战死沙场是一个将军的宿命，能为守护陇西而死，是我的幸运。我举起长枪，策马冲进敌营。儿郎们，跟我杀！杀敌尽忠，守家卫国，杀！士气达到巅峰时，战场上突然出现了转机，匈奴左翼被冲散，导致他们的队形乱了。我军不顾一切地往前冲，竟然将匈奴撕开了一条口子。我突然松了一口气，眼前一黑，隐约中仿佛听见了平远侯萧震的声音：“娘的，徐青，你敢死，我就把你牌位取回家。”按理说天子无诏，将军是没法调兵的，所以我觉得只是幻听。当我醒来时，看到萧震像只小狗一样守在我榻边，着实吓了一跳。
萧震，你怎么在这？萧震眼睛里闪着细碎的光，匈奴人都欺负到你头上了，我当然在这呀。我在剑南道振臂一呼，说要带聘礼给你提亲，点了3000精兵连夜赶来。他满脸都是求夸的表情。这一刻，我想当初跟着我后面找我要糖吃的小少年真的长大了，会动脑子了。虽然这个理由很扯淡，几乎没人会信，等于将把柄送到御史手上。可只要人还活着，就能慢慢驳回来。所以我冲萧震笑了笑，多亏了有你啊，不然我们陇西百姓又要受苦了。我这样和颜悦色，萧震竟然有些不好意思。他借口看药，3两步出了屋子，而我的亲卫递来一沓信，据说都是洛阳800里加急送来的密诏，因我这些日子昏迷，便不曾交给我。我一数，竟然有13道之多，全部出自李杜之手。第1道长篇大论，平远侯同我不堪相配。第13道只有潦草2字，等我。算算密诏时间，李杜估计在路上了。萧震这种私自调兵的行为，对于天子而言实在危险，所以我赶在李杜到之前把他劝走了。临去时，玉门关前折柳送别。萧震骑在马上，说有句话问我，于是他俯身，我扬手。送聘礼是我真心的，如果你想要，我可以把命给你。青青，我有这个机会吗？我拒绝了。萧震，我只把你当弟弟。青年眼眶慢慢红了，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突然伸手按住我的头，在我眉心印下很轻的一个吻，而后甩鞭策马。我望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，完全不知道这一幕落在了李杜眼里。他风尘仆仆，只带了3个亲卫，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将我紧紧地拥在怀里。而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：阿青，我来晚了，抱歉。出生入死那7年，我和李杜都打过比这还险的仗，可每一次我们都不怕，因为知道援军迟早会来。可这回不一样，这一回我早早地给李杜去了信，却什么都没等到，只能靠我自己扛。我将这一仗的细节都如实报给了他，何时发现军饷拖延，何时发现匈奴踪迹，何时开始打的。李杜神色淡淡的，看起来已经知道了来去。我问他，这件事是谁做的？都做了。文官们想要将我拉下马，不得人心，所以早早开始拖延军饷军需。玉娇想让我死在沙场，所以联合河东人压下了我的信。直到李杜看到御史奏折，参萧震私自调兵，而理由居然是向我送聘礼提亲，所以写下第1封密诏。后来这件事他越想越奇怪，令人查下去才发现始终。他开始后怕，什么都顾不得交代，只想着带人来陇西。阿青，天下已定，你不必在这吃苦。你父亲临终前将你托付给了我，我也答应他好好照顾你。和我回宫吧。我奇怪地望着李杜，如果要当皇后，当初我就不会千辛万苦地离开。多谢陛下好意，阿青是个粗人，只想守着陇西。李杜锲而不舍，你不愿意回来当皇后，是因为平远侯吗？当然不是。平远侯与我姐弟情深，送聘礼的幌子只是他为了调兵解围湖州的。李杜的目光落在我眉心，他仿佛看了很久，又似乎只瞥了一眼。是因为玉娇？她只是长在内宅的普通姑娘，她不像你读过兵书，上过战场，她能抓住的很有限，不过是我的宠爱子嗣。你明明将她看得一清二楚，又为什么非要同她计较呢？世间的男人有一个共通的特性，他们希望身边的女人都能和和美美，相亲相爱。是以，我反问，陛下想让我回去当皇后，是宠爱我吗？是因为不爱我？是因为你的后宫还会进其他女人，想让我帮你管着，不让你操心？是，我是有心机手腕，可我为什么不拿来算计匈奴，要算计后宫的可怜女人？我连领兵打仗都会，管后宫几个女人又有什么难的呢？难就难在陛下您的心从一开始就偏了。国有国法，君有军令，家有家规，自然好管。可您偏心，要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还不让旁人计较，这等憋屈的苦活累活，我才不干。李杜目光沉沉，我是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若我执意带你回宫，你又能怎样？我扬手直视李杜的眼睛，突然说，
陛下，你大概不知道，我以前的名字不叫徐清，叫徐娴，娴静的娴。我娘希望我有个姑娘家娴静的样子，不要和哥哥们一样喊打喊杀的。但我小时候就比哥哥们聪明，我爹说我4、5岁时就知道骑在三哥脖子上，指挥他排兵布阵和大哥二哥打。他觉得我是可塑之才，让我和哥哥们一起读书，哥哥们读什么书，我读什么书。后来他就给我改了徐清这个名字。他不要我娴静了，他要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要我代替他守护陇西。美人易得，良将难求。陛下胸有沟壑，您一定知道怎么选的。李杜往前走了一步，他是马上打来的天下，身形高大，几乎遮住了我面前的光。我身后是有退路，可我一步也没有退，直直地望向他的眼睛。李杜终于妥协了，他后退，转身，留下2句话：我没有。不过如你所愿。李杜悄无声息地来，又悄无声息地走了。他走后不久，拖延了几个月的军饷、军需到了，一同到的还有对战死将士的抚恤，以及给我升官的圣旨，封我为镇西大将军。也是在这时，我才从内侍口中听到来自洛阳的消息。我离开以后，玉娇闹了几次想当皇后，李杜也有这个意向，不过文官们也撞柱子，闹着不同意，说玉娇本身是末帝的女人，封为贵妃已是宠爱，又怎么能让这样不贞洁的女人当皇后呢？李杜很生气，杀了好几个老头子也没用，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。可老头子们丝毫不消停，从洛阳几大士家里选了10来个姑娘进宫，意思也很明显，国不可无后，玉娇她不行，皇后就从我们的姑娘里选吧。玉娇对着李杜的兄弟们也哭了几场，希望他们劝一劝。可转头河东也塞进去了几个鲜嫩的姑娘，陇西也是。李杜后宫终于充盈起来，他周旋于各方利益，始终没有下定立后的决心。咱家瞧着，陛下的心始终在娘娘这儿呢。他听说陇西消息的时候，急吐了血，什么都没交代，就带人赶来陇西了。若是旁的人，哪能得陛下半分轻眼？娘娘若是回心转意，汪公公来陇西都没好好看过吧？我们这不比洛阳，戈壁沙漠也挺有滋味的。来人，带公公下去走走。我打断了内侍的话，让手下带他去各处转转，又安排人把军需军饷发了，根据拢上来的死伤名单发放抚恤，照顾妻儿老小。是。等身边的人都得令下去，我也舒了口气。洛阳再好，花团锦簇，帝王宠爱，都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教场上旌旗猎猎，我会像一杆长枪一样立在陇西，立在玉门关外，永远守护这片土地。这才是一个将军的一生。番外陇西日常，和匈奴人这一仗，死伤惨重，好些人家里只有孤儿寡母了。徐清怕他们被人欺负，把这些人召集起来，想改嫁的出列，徐清会给一份丰厚的嫁妆送嫁，若是担心改嫁了对孩儿不好，不要紧，孩子留在徐清这儿养。剩下的人里，会女工、纺线、织布，有些手艺的出列。徐清打算安排他们去铺子里帮忙，让他们自己赚钱补贴些家用，毕竟坐吃山空，吃抚恤金又能吃多久？还是得自己立起来。在剩下的人里，读书、识过字的出列。徐清准备把他们调到身边做事，从一些简单的文书工作做起，如果不愿意抛头露面的，就去育幼祠给小孩子开蒙识字。最后只剩一些不想改嫁、没有手艺、也不识字的女人们。他们的日常其实也是在家照顾夫君孩子，看到自己被剩下时都有些慌张。不过徐清也有计较，陇西城里多了许多孤儿，娘子们照顾孩子都是老手，白日就把孩子带上去育幼祠帮忙。若是想学门手艺识字的，和我说，我给你们排一下，半日帮忙，半日学习，有我在这，你们都无需害怕。就这样，徐清一顿安排，陇西在短暂的恐慌过后又欣欣向荣起来。育幼祠是陇西抚养孤儿的地方，徐清空了，经常去看那些孩子们，脑子灵，学习快的，拉他们好好读书；身子骨壮的，他找人打基础教武艺。原先大家都很怕他，据说这位女将军可是战场杀神，杀人不眨眼，
可他却多了，大家胆子大了起来，开始一口一个亲姐的叫他。他们最喜欢见到徐青，长大后的梦想是最想成为他这样的人。徐青看着一张张稚嫩的面孔，小小的人啊，都是见风长的。往后他会成为他们心中的一杆长枪，而他们会接过他手中的枪，成为新的守护陇西的保护神。一代又一代，守护陇西这件事会永远在最热爱他的人手里传承下去。番外李杜视角，李杜最后还是立后了，立了洛阳贵女。前朝文官们百年利益勾结，有时候不顺着他们的意，很多皇帝想做的事推不下去，亦或者被矫诏。立后前，他问过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三哥，明明当了皇帝，坐拥江山，已经是全天下最畅快的事了，为什么我还是不能如愿？连自己的妻都决定不了。三哥想了想，因为陛下的妻不只是您的妻啊，她还是一朝国母，玉娇，不如算了。李杜彻夜未眠，想了一整晚。次日上朝时，宣布了立后的旨意，是三朝阁老的孙女邓柔。大婚当晚，玉娇还是心急犯了，可邓皇后却不是吃素的，她拉住李杜，传令让人给贵妃请太医，大道理一套又一套，左不过就是陛下又不通齐皇，怎么去一趟，贵妃心急就好。其实李杜也知道玉娇就是做，可男人嘛，面对喜欢的女人，小作怡情，徐青放任，他便猖狂。可这一招在邓皇后这里行不通了，她是世家教导10数年的贵女，拉一派打一派，玉娇便成为后宫所有女人的靶子，每次见李杜都要对她哭诉。最开始李杜还安抚她，前朝后宫是一体，这些娘娘们的父兄都帮过她，她不能失了偏颇。久了，李杜也不爱听玉娇诉苦了，甚至好几次脚都拐到贵妃院里了，最后却去了书房。他开始想起了另一个女人，徐青。李杜将这个名字在嘴里默念了2声。他还在后宫时，他从来不曾听过他抱怨，大多时候初1、15去他宫里，都是他和徐青抱怨那些大臣们多难管。徐青眼光独到，每次都能恰到好处地提出自己的想法。可那个时候，他偏宠玉娇，寒了他的心。其实他本意是不想放徐青走的，他深知那些阁老们有多难缠，连他都吃了好几次亏。徐青想出宫当将军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可他偏偏不走寻常路，一力降实惠，硬生生把这件事办成了，把自己从后宫泥淖里拔了出来，硬生生走了一条只有他自己能走出的路。他那样耀眼，仿佛闪着光，让他移不开眼。后来匈奴来犯，李杜3天2夜赶去陇西，看到他还好好活着，心里是想把他带回去的，他的女人不必在外头吃苦。可徐青不认为这是吃苦，他太聪明了，他将一切利益关系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他知道他不可能把陇西天险交到不放心的人手里，天底下有这么多美人，可又有几个像他一样出色的将军，所以李杜放过了他。怀念便从这一刻开始生根。后来他后宫里也进了不少美人，有的远看像他，有的性格像他，有的声音像他，但他们都不是他。只有每5年边关将领回京述职时，李杜才能见他一面。他意气风发，而他在皇位上这些年似乎已经垂垂老矣。李杜站在窗前，数着离下一次述职还要等几个春秋，终究是寒灯纸上，梨花雨凉，我等风雪又1年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